在名为里拉的宇宙游戏中，我们常看到两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似的场所：冷酷的现代精神科病房与烟雾缭绕的古老修道院。这两个地方都收容了那些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象，听到常人听不到的频率，并与深层现实产生共振的灵魂。然而，社会对这两类人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在修道院里，经历自我溶解与狂喜状态的人被尊为圣徒，但在现代都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若有人展现完全相同的意识状态，很快就会被贴上精神分裂的病理标签，被强制穿上拘束衣，吞下旨在关闭灵性感知器官的化学药物。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极具挑衅性的问题：这条区分病态与觉醒的界限是由宇宙真理所划定，还是由急于维持经济生产力的平庸系统所捏造的谎言？当一个灵魂的运作系统开始进行底层架构的升级，旧有的自我程式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崩溃与乱码。我们是不是把这种神圣的系统升级误诊成了需要被立即扑灭的系统故障？翻开被现代精神医学奉为圭臬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它本质上就像是一本厚重的人类异常行为除错指南。这本手册详细记录了各种偏离资本主义社会正常劳动力标准的症状，情绪过度高昂，对无形存在的感知，以及无法适应朝九晚五机械式生活的无力感。然而，若将这本手册与西藏度王经或道德经等古老文本对比，一个宇宙级的幽默便浮现了。那些在现代精神科医师眼中被视为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失调的病症，在古代萨满祭司眼中却是灵魂破茧而出的觉醒前兆。精神医学的悲哀在于，它将人类意识的频谱硬生生截断，只承认能让你在工厂里乖乖听话的那段狭窄频段。任何超出这个频段的体验都被粗暴地归类为必须被消灭的病理状态。我们无法区分一个正在解体以便重生的毛虫和一个真正生病的毛虫。于是，我们用百忧解将正在羽化的灵魂强行拉回毛虫阶段，这是一场针对灵魂演化的无意识屠杀。用电脑科学术语来重新定义这个现象。你的大脑原本运行住人类社会适应版 1.0 作业系统，特点是分离感、恐惧驱动，并以自我作为核心，防毒软体排斥未知。然而，当灵魂积累了足够经验值，或受宇宙能量触发，一个名为宇宙统一意识 2.0 的高阶更新档便开始强行下载。这个升级绝非温和。当新代码试图复写旧架构时，自我防毒软体会发出警报，将高频神圣代码视为病毒。过渡期会出现严重的卡顿，荧幕闪烁，幻视，发出奇怪音频，幻听。从外部看，这人正在经历彻底崩溃。现代精神医学就像是不懂高阶程式语言的拙劣维修员，看到蓝白宕机画面就立刻拔掉电源，或往主机板倒冰水来降温，及化学药物对大脑的作用。他们不知道，那不是死亡象征，而是新世界正在重新启动的载入画面。被强行中断升级的灵魂只能拖着受损硬体痛苦苟延残喘。他们被困在一个半生不死的宕机状态中，既无法体验三维世界的平凡乐趣，也无法触及高维度宇宙的无上狂喜。这是何等残酷的科学暴力！所谓的正常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高度异化的现代社会里，正常往往意味着对荒谬现实保持麻木，对剥削体制毫无怨言的顺从，并将生命意义压缩到消费与缴纳房贷中。这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集体幻觉，由媒体与文化制约共同编织的巨型催眠矩阵。那些被精神科医师判定为适应良好的模范公民，
很多只是成功压抑了灵魂呐喊的机器齿轮。只要每天准时打卡上班，社会就颁发精神健康证书。相反的，无法忍受灵魂窒息感，开始对虚假现实产生过敏反应的人，却被视为有病。当一个人看透社会虚伪，感受到万物一体，或因地球生态的痛苦而痛哭时，他不是生病了，他是从病态噩梦中醒来。克里希那穆提说，在一个病态社会中适应良好，并不是健康的标志。现代精神医学最大的盲点，就是将病态社会视为绝对正确的参考坐标，并将拒绝同流合污的灵魂判定为偏差值。我们把试图敲醒我们的人关进疯人院，只因他们吵醒了我们的春秋大梦。仔细端详现代社会眼中的完美正常人，他在闹钟刺耳声中醒来，吞下防腐剂早餐，挤进地下铁前往内心厌恶的工作。他在电脑前消耗生命精华，处理对宇宙演化毫无意义的试算表。下班后拖着疲惫躯壳回到贷款买来的水泥盒子，让虚荣广告马匹残存感知。他从不质疑为何而活，不思考死亡意义，不仰望星空感受敬畏。他是一个被彻底阉割了灵性维度的生物，完美契合于资本主义流水线的高效零件。在精神医学评估中，他得到满分，因为他没有幻觉，社会功能良好。但从灵性演化角度看，此人正处于最深沉的昏迷状态，灵魂被物质主义水泥封死。这就是我们时代最深刻的悲哀与讽刺。我们将彻底的灵魂死亡定义为绝对健康，却将那些灵魂开始破土而出，试图冲破水泥缝隙的痛苦挣扎定义为必须被立即消灭的严重疾病。这是一场隐秘的灵魂法西斯主义，穿着白袍的精神科医师无意中成为了镇压行动的最高执行官。当这个被称为自我的虚假建构开始瓦解时，所谓的精神病症状便如同母体 Matrix 中的系统故障，开始在个人的意识荧幕上频繁闪烁。在神秘主义语境中，这被称为灵性危机。过程伴随着极度恐惧与混乱，因为个体正在失去定义自己的所有坐标。他们可能会体验时间扭曲、空间折叠，感觉意识扩展到房间每个角落，甚至与飞鸟融为一体。这种边界感的丧失 ego death 对毫无准备的心智是极度害人的。在古代，萨满会认出这是灵魂蒙罩的信号，在神圣仪式中保护他穿越恐怖幻象，直到他带着全新智慧回到部落，成为精神领袖。然而，在被科学唯物主义统治的现代荒原里，这些经历神圣解体的灵魂孤立无援。周围没有萨满，只有惊恐的家属和拿着处方笺的医生；没有神圣仪式，只有冰冷病床与约束带。他们本有机会穿越黑暗森林，成为看见真理的先知，却在半路被现代医学强行打捞，变成终生依赖药物的慢性病患。将灵性觉醒医疗化，是现代科学对人类灵魂犯下的最傲慢错误。当汽车仪表板亮起红色引擎警告灯时，理智的技师会检查内部，寻找根本原因。然而，现代精神医学的标准程序却是用黑胶布把警告灯贴起来，然后告诉车主：看，灯不亮了，车子修好了，抗精神病药物和抗忧郁剂就是那块黑胶布。它们阻断大脑多巴胺或血清素受体，实质上在化学层面进行去势与钝化。不可否认，在极端失控时，药物提供了紧急刹车功能，但将紧急刹车当作长期治疗，无异于将活人变成行走僵尸。那些深刻幻觉、极端情绪波动，甚至偏执妄想，其实都是无意识试图传达重要讯息的象征语言，是灵魂疗愈深层创伤十分密的心理抗体。当我们用药物强行压制症状时，
不仅掩盖了问题真相，更剥夺了患者穿越痛苦、获得蜕变的宝贵机会。我们用化学药剂建造无形监狱，将正在进行系统升级的灵魂永远困在了升级失败的死机状态中，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现代精神医学最引以为傲，却也最站不住脚的基石，便是化学不平衡理论。几十年来，主流论述试图说服大众，忧郁症是因为血清素太少，思觉失调是因为多巴胺太多，仿佛人类复杂心灵只是可用化学溶剂调配精准的烧杯。然而，顶尖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大脑神经传导物质的变化往往是意识状态改变的结果，而非原因。就像你不能因为看到火灾现场有很多消防车，就断定消防车是导致火灾的原因。当灵魂正在经历深度重组，意识努力整合来自宇宙高维度的庞大资讯流时，大脑作为物理接收器，必然产生神经化学的剧烈波动，以适应高频电压。这就像将原本只接收本地广播的收音机，突然连接到接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巨型天线，内部保险丝当然会烧断。精神医学的悲哀在于，他只看到烧断的保险丝，却对那股试图涌入的浩瀚宇宙能量一无所知，不断修补保险丝，却永远无法理解这台机器被设计出来的宏大目的。他们的视野极度狭隘。来谈谈精神医学皇冠上最令人畏惧的黑珍珠——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思觉失调症。在现代体系中，这意味着大脑永久坏掉。但在古老传统与超个人心理学视角中，这往往是一次失控的、未被正确引导的千里眼体验。我们的意识原本配备过滤系统，屏蔽掉 99.9% 宇宙资讯，只保留对三维生存必要的数据。在某些灵魂身上，这层过滤网天生稀薄或突然破裂，于是被隔离的集体无意识恐惧，甚至其他维度实体的声音，如同决堤洪水涌入意识荧幕。他们听到的声音并非纯粹大脑病变，而是接收了太多频道信号，却没有足够的内在力量与心智框架去解码。他们就像被丢进深海中却没学会游泳的人。现代医学的做法是丢给他们一颗名为抗精神病药物的石头，让他们沉到没有知觉的黑暗海底。而真正的灵性疗愈应该是教导他们如何在这个浩瀚的意识海洋中游泳，如何区分幻象与真相，如何成为那些声音的主人，而不是他们的奴隶。看看另一个经常被误判的标签——双向情绪障碍及躁郁症。在里拉的宇宙游戏中，有一种被称为昆达里尼 （Kundalini） 的强大生命能量沉睡在脊柱底部。当这股能量觉醒并沿中脉向上窜升时，会强烈冲刷脉轮中的心理创伤。这个过程引发的极端反应与躁郁症临床表现惊人重叠。能量冲击顶轮时，个体体验不可思议的狂喜与无限精力，这在医生眼里是标准的躁狂发作。当能量耗尽或遇心理阻塞被迫回落时，个体瞬间从巅峰跌入虚无深渊，体验彻底崩溃，变成了重度忧郁。这是一个极度危险却神圣的炼金术过程，灵魂试图将铅转为黄金。但医疗体系无法理解这种高强度的能量运动，只能用理言将神圣之火强行浇熄。结果是，病人不再经历巅峰与低谷，但也永远失去与生命源头的连结，变成一条无波无澜却毫无生气的直线。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情扼杀了无数潜在的艺术家、先知和变革者，令人心痛。被称为世纪之症的忧郁症，现代医学将其视为大脑缺乏血清素的生理疾病。但从灵性炼金术视角看，重度忧郁往往是灵魂成长不可或缺的灵魂暗夜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当灵魂意识到社会推崇的金钱与地位无法填补内心虚空时，深沉的幻灭感便随之而来。这不是疾病，而是深刻的存在主义层面的清醒。灵魂主动切断对外在世界的能量输出，拔掉连接虚假矩阵的插头，导致极度疲惫与退缩。这实际上是灵魂为了进入深层内部修复而启动的休眠模式。就像毛虫化蛹前的自我溶解，黑暗茧里就有结构都在崩塌，看起来像腐败粘液。若此时切开茧，试图治愈粘液，就会杀死尚未成型的蝴蝶。抗忧郁药物就是在做这件残忍的事，它们强制大脑分泌快乐物质，用虚假的化学阳光照亮神圣暗夜，打断灵魂孕育新生的过程。真正的疗愈不是逃避黑暗，而是学会在黑暗中安坐，直到内在光芒自然亮起。来解码现代人最常见的折磨——焦虑症与恐慌发作。精神科视其为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活跃，是大脑发出的错误警报。然而从灵性觉醒层面来看，焦虑往往是自我 ego 感知到即将解体时的垂死挣扎。自我依赖、控制感与确定性维持存在。当觉醒之路开启，宇宙的不可预测性渗透进意识时，小我会感到极度恐惧，因为无限的合一状态中没有它的容身之地。恐慌发作那种仿佛下一秒就要死亡的极端体验，实际上就是经历小我之死的彩排。那不是肉体死亡，而是充满限制的虚假身份正在被撕裂。若无法理解这一点，就会被恐惧吞噬，跑去急诊室寻求镇定剂。真正的灵性导师会告诉你，不要对抗这种感觉，跳进恐惧深渊，看着害怕死亡的你究竟是谁。当你完全臣服，不再试图控制时，恐慌就会瞬间转化为无边际的自由与宁静。用药物压制恐慌，就像在火箭即将突破大气层时踩下刹车，你将永远被困在地球的重力井里，万劫不复。在精神医学的奇葩词汇库中，还有经常让患者绝望的词：解离症以及去人格化与失真感。患者感觉自己像机器人，看着身体行动，却感觉不到属于自己，或者觉得周围世界像场电影，失去了真实感。精神科医生会严肃地说，这是严重心理创伤导致的防御机制失调。然而翻开佛教经典，这根本不是病态解离，而是极高境界的灵性证悟，无我与看破幻象的意外瞥见。患者不小心跌入非二元对立意识状态，清楚看见被称为我的实体根本不存在，外在世界只不过是意识投射。问题在于，经过训练的僧侣是带着极大喜悦迎接这种境界，而现代都市人在毫无准备下突然被抛入，反应只能是极度的惊恐与精神错乱。他们看到了真相，却被真相的强光闪瞎了眼睛。我们时代的悲剧在于没有教导人们如何整合这种超越性体验，而是用病理学标签将其妖魔化，让不小心窥见宇宙底层代码的灵魂以为自己真的已经彻底疯了。这就是现代精神医学在面对灵魂升级时所犯下最具破坏性的悲剧。我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精密的医疗工业复合体，其主要目的竟然是为了钝化人类意识。我们创造了化学的紧身衣，用来捆绑那些能量频率过高、无法适应三维物质世界沉重频率的灵魂。当一个社会将所有偏离平均值的灵性体验都视为疾病，并投入巨资研发能精准切断大脑高频天线的药物时，这个社会其实正在进行一场慢性的大规模灵魂自杀。那些被重度镇静剂压垮在病床上的病患，本该是这时代的萨满、诗人、先知和疗愈者，他们本该为这僵化世界带来宇宙智慧。
但现在他们只能流着口水，眼神空洞地盯着荧幕，为了不再有幻听而向医生道谢。这不是科学的胜利，这是唯物主义对灵性世界的傲慢屠杀。我们必须反思，当我们发明百忧解消除灵魂暗夜痛苦，发明李斯必妥关闭第三只眼时，我们是变健康了，还是变成只有肉体存活而灵魂被化学阉割的僵尸？用黑色幽默来消化这沉重话题。想象一个荒谬场景，有一天创造宇宙的源头，我们称之为上帝的存在，化身普通人走进纽约顶级精神科医师的诊所。上帝平静地说：医生，我感觉自己无处不在，我能听到街上每个人的心声，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万物一体。我意识到整个宇宙不过是我做的一场梦。这位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医生推了推眼镜，在病历上写下：患者出现严重夸大妄想，边界感丧失，伴随幻听与去真实感，缺乏病识感。接着递给上帝处方笺，这是典型思觉失调合并躁狂发作。每天2颗氟派定醇，1周后万物一体的奇怪念头就会消失。这宇宙级的笑话精准刺穿我们时代的盲点。如果真正的神性降临，我们根本认不出它，还会迫不及待给他戴上手铐，送进病房，用最高剂量抗精神病药强制镇压，直到神承认自己只是一个需要缴房贷的普通人类为止。这是何等讽刺且可悲的现代文明写照！把历史上最伟大灵性导师放到今天，让现代精神医学诊断将是一场令人捧腹的灾难。想象悉达多太子释迦牟尼佛被带到现代精神科门诊，他抛弃王国财富，跑到森林，饿得骨瘦如柴，坐在树下盯着肚脐几10天，宣称发现宇宙痛苦根源，并说这世界是虚幻的。现代医生会怎么写病历？患者表现严重社会功能退缩，逃避家庭责任，伴随自虐倾向与虚无主义妄想症。初步诊断：重度忧郁症合并精神分裂样人格障碍，建议立即强制住院，并施以电气痉挛疗法。再看看耶稣基督在沙漠禁食40天，声称与上帝对话，并相信自己拯救全人类。在 DSM-5 里，这绝对是标准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夸大妄想。我们时代最可悲的幽默在于，我们在寺庙里膜拜这些古老觉者雕像，却把身边正在经历完全相同觉醒过程的人全关进疯人院。我们只允许2000年前的人成佛，却不允许隔壁邻居哪怕只是稍微瞥见一眼真理的光芒。在这个充满矛盾的里拉游戏中，还有一种极度讽刺的社会双重标准，足以让任何旁观者笑出声。如果一个人走到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惊恐地说：医生，我常听到脑海里有声音跟我说话，告诉我宇宙能量和灵魂轮回的事，医生会立刻眉头深锁，开出让神经传导变慢的强效化学药剂，并警告这是危险幻觉。然而，如果这人不是去医院，而是穿上神秘图腾长袍，在 YouTube 闭上眼睛，用空灵语气说：大家好，我正在通灵来自昴宿星的高维度实体，他要告诉我们宇宙能量的讯息，那么这人不仅不会被抓去吃药，还能赚取每小时几百美元咨询费，获得成千上万粉丝疯狂崇拜。我们给听见声音感到恐惧的人吃药，却把学会将同样声音商业化包装成心灵鸡汤的人奉为上师。这揭示了残酷事实，在现代社会，判定你是不是疯子的标准，往往不是你经历了什么，而是你是否有能力将异常体验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可交易商品。把视角拉到最高维度，想象设计这场地球 3D 模拟游戏的宇宙高阶城市设计师们。此刻，他们正坐在控制室荧幕前，吃着爆米花，看我们玩家在地球的荒谬表现，笑得东倒西歪。一个城市设计师指着荧幕说：看，
代号7749的玩家累积够了经验值，触发隐藏的昆达里尼觉醒彩蛋，系统正在帮他下载多维度感知扩充包。另一个无奈摇头。结果你看周围低等级玩家在干嘛？他们以为他中毒了，竟然把他绑在床上，注射阻断数据传输的化学毒药，硬生生把下载进度条卡在 99%， 高维存在笑看我们把升级画面当成系统崩溃，把神圣的载入中当成死机。他们看我们建立一门名为精神医学的学问，专门用来阻止玩家升级到下一关卡。这是一场无可救药的宇宙级闹剧。最疯狂的其实不是行为异常的玩家，而是坚称只有吃喝拉撒睡加工作才是唯一玩法的僵化系统。我们把找到隐藏地图钥匙的人当成了恐怖分子。笑完之后，我们必须严肃面对实际问题。如果疯狂症状真的是系统升级，正在经历巨大痛苦的人该怎么办？灵性觉醒绝非轻松的周末水疗，它是一道高达10万伏特的宇宙闪电，直接劈中原本只承受110伏特电压的肉体心智。如果不懂得如何接地 grounding， 庞大能量绝对会把神经系统烧毁，导致真正的精神分裂。这就是为何在任何正统神秘学传统中都极度强调身体修炼与扎根。当顶轮被强行打开，下载宇宙浩瀚资讯时，海底轮必须像大树根一样死死抓住地球中心。如果试图逃避现实，厌恶肉身，沉溺幻象而忘记吃顿好饭，去森林散步，感受泥土触感，这股高频能量就会把你撕裂。许多在精神病院徘徊的灵魂其实不是病了，而是头重脚轻，失去了与地球母亲的连结，像是断线风筝在狂风中被吹得支离破碎。因此，处理灵性危机最重要的实践，不是追求更高境界，而是回到最平凡的生活中，用极度的平凡来锚定极度神圣。在穿越这场狂暴的系统升级风暴时，你最需要的不是拿着化学药剂试图把你修好的技工，而是一个曾亲自走过这片黑暗森林，知道哪里有陷阱泉水的向导。现代精神科医师的悲哀在于，他们接受多年医学训练，却从未被要求亲自体验意识边界。他们就像从没下过水，只在岸上独留体力学的游泳教练，却试图指导一个在深海中被漩涡卷走的人。一个真正能帮助你整合灵性危机的人，可能是一位萨满、开悟的禅师，或经历过深渊并带着完整意识回来的超个人心理学家。当你惊恐地告诉向导看到了恶魔或听到神明声音时，他不会急着翻开厚重的诊断手册给你贴标签。他会平静看着你的眼睛说，是的，我看见了你的恐惧，那里很可怕，我也曾在那里。但这只是你内在阴影的投射，深呼吸，穿透它。这种来自过来人的同在与确认，本身就是最强大解药。我们急需重建这种古老的导师制度，来接住那些从悬崖坠落的觉醒者。当系统升级进行到深水区时，我们必须面对最核心也最痛苦的实践——整合阴影。许多被诊断为严重精神疾病的状态，如被害妄想、极度的偏执或充满暴力色情的幻想，实际上是长期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的个人与集体阴影的集体爆发。现代医学的本能反应是消灭这些怪物，但灵性炼金术法则却是你越是抗拒，它就越强大。这些怪物不是外来恶魔，是我们自己被遗弃的碎片，是不被社会接纳的愤怒、恐惧与欲望。当他们在觉醒过程中被高频能量逼出水面时，会带着最恐怖的面具来恐吓你。如果你认同他们，就会陷入真正疯狂；如果逃避他们，就会需要终生依赖药物。唯一出路是培养出极度强大的觉知者视角。
学会带着全然慈悲，坐在意识中心，看着恐怖影像播放，不评判，不抓取，也不推开。当你能用爱去拥抱内在最黑暗扭曲的部分，怪物就会在面前融化，还原为纯粹的生命能量。不再恐惧内在群魔，你才能获得真正不退转的解脱自由。在这里，我们必须画下一条攸关生死的界限，区分真正的精神崩溃与神圣的神秘体验。批判现代精神医学的僵化，不代表要浪漫化所有的精神错乱。如果因毒品滥用、大脑损伤或缺乏觉察能力的深层创伤，导致意识结构彻底破碎，那的确是需要医疗介入的悲剧。界限到底在哪？神话学大师坎伯曾说，精神病患溺死在水中，而神秘主义者却在同样的水里游泳，两者都潜入了同一个浩瀚的无意识海洋，但差异在于自我力量的韧性与觉知是否存在。精神病患失去了观看者的位置，完全认同幻象被无意识洪流冲走，失去与现实沟通能力。而神秘主义者即使在最恐怖的多维度体验中，依然保留一丝清明的觉知。他们知道这是一场旅程，能自由在日常与终极现实间切换。因此，灵性修行目的绝对不是摧毁自我，而是要锻炼出一个极具弹性、透明且强大的自我，让它成为能够承载宇宙无限能量的完美容器，而不是轻易粉碎的劣质玻璃。随着探讨进入尾声，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那些被锁在铁门背后、被高剂量药物剥夺了眼神光彩的灵魂。我们必须以带着深深敬意与悲悯的视角重新看待他们。在精神科病房封闭空间里，其实隐藏着这星球上最敏感、脆弱，却也最具潜力的明亮光体。他们会崩溃，往往不是因为太虚弱，而是对这世界的痛苦虚伪感受太深。他们的防御机制不够厚重，无法麻木适应病态矩阵。他们是矿坑里的金丝雀，用神经系统的崩溃警告我们唯物主义社会的毒气达到了致命浓度。他们许多人是勇敢跳入无意识深渊的潜水员，只是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氧气耗尽，无人救援。当我们走过病床，不应带着优越感或怜悯，仿佛在看次等生物，我们应感到深沉的集体愧疚与敬畏。是我们系统的无知与傲慢误杀了这些系统升级的先行者。如果能撤除恐惧标签，用爱和理解的空间接住他们，这些被称为疯子的人，或许正是带领集体意识实现量子跃迁的关键力量。在里拉这场宏大宇宙游戏中，没有任何痛苦是无意义的，即使是被误诊、被药物压抑在精神病院的漫长岁月。觉醒本质上就是一场毁灭，那个旧的、充满恐惧与分离感的虚假自我，如果不被彻底粉碎、烧成灰烬，真实而与宇宙同频共振的广大自信就无法诞生。破坏与建设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现代精神医学的阻挠，或许也是这伟大游戏设定中的一个隐藏关卡，用来测试灵魂究竟有多大决心要冲破矩阵的束缚。对于那些正经历所谓精神分裂或重度忧郁，感觉在深渊坠落的灵魂，请记住，你没有坏掉，你正在被重新组装。当旧系统代码完全瓦解，所有抗拒转化为彻底臣服时，深渊底部会突然变成无垠天空。你会发现，折磨你的幻听变成了宇宙交响乐，撕裂你的恐惧化作无条件的爱。这是一场极度危险的灵魂手术，但只要保持那一丝不灭的觉知，当系统重启进度条达到100%时，你将迎来超越语言描述的灿烂黎明，成为在地球上自由行走的宇宙神明。